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简单的 MyViewBoard 的桌游。那一般来说，我尽量就是把桌游设计能够有一定的随机性嘛，然后能够有互动。那互动其实最有效的就是拖拉嘛，所以我这边就是利用我们分数做了一个简单的配对游戏。最右上角有游戏规则，这边有个小小的便利贴藏在右上角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便利贴的话，点它2下，它就会出现我们游戏规则。那游戏规则这个叫合一竞速，合一就是我们把2个分数元把它合成一个分数元，比如说1/2加1/2，然后1/3加2/3，就很简单的就是合一的竞数。然后我们利用分数元来配对。这里的话，操作方式是这样：圈选披萨图案后按截图14张，那也不一定要14张啦，可能一次3张就可以了啦。这边老师可以自定了哈，所以我等一下我操作几张就好了。然后你截图之后按下左下角的计时开始。我的版面会这样配置是有原因，是因为我等一下截图的时候，截图会先从左上角开始，所以一般我会把左上角到上面的空间稍微留给截图，然后课程设计我会尽量先放在底下。如果你这份教材你关掉再重开，下一次截图又会从左上角开始，所以有些操作部分我会尽量放在底下。所以像这个计时器啊，还有我的素材啊，还有我截图的动画，我都放在下面。计时开始之后呢，我下方这边又有橘色的分数元，那就是我们的素材，拉我们橘色的分数元去配对上面绿色的分数元，配对成一个完整元，就是加起来是1。那全部配对完毕之后，就按暂停计时。哦，那你就知道说我配对完3个或是5个的时间是多少。如果你要多人竞速的话，就是复制这个页面，就下一个人玩就是下一页，看几个玩就可以了。那你完成说配对之后，秒数最少的就是可以称它为什么合一竞速冠军啊，合一竞速高手啊，这个名目就是由老师们自己去命名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我隐藏一个 GIF， 为什么把它藏起来？是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图在动，小孩子会被那个图吸引过去，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课堂操作的时候，能够盖起来尽量盖起来，盖起来他才不会一直看那个图，因为孩子们对会动的东西特别有吸引力。所以我这边盖的话，我用披萨盖起来。可是你会发现说，我的披萨是锁定的，所以我点不到它。当然我这个文字也是锁定的，锁定是你锁定完之后，就没办法用这个圈选去选到这个物件。所以你看我这样圈选，你们看我这样是选不到锁定的物件，但是我可以选到没有锁定的物件，所以我就会选到在这个披萨底下我藏好的 GIF 动画。好，我现在开给大家看哦。这个图案的话，我就尽量不要让孩子看到它在动，所以我就拿一个图把它盖上去。盖上去之后呢，把它按锁定。老师，可我这样我也选不到我的动图啊。没有关系的，教大家选，从外面这样点住滑鼠左键拉进来，拉进来这样子，这样就可以选到，然后避开锁定的物件。然后接下来按截图，你们看到1、2、3、4、5颗就好了。好，截图5颗嘛，我们就这5颗。好，它截图出来是乱数的，然后这个物件是去背的物件，然后按下计时开始。开始之后呢，接下来配对。配对的话是这样配对，比如说我这个绿色是3/4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找1/4哦，1/4，所以1/4，这边有1/4，然后我这边有无限复制的功能，然后过来，所以你看哦，它是去背的哦，这个都是去背的哦，这样就变成合一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变成是1，然后这边的话是4/6嘛，这个是1/2，所以1/2这边有很多选择，好，4/8嘛，所以它也可以挑1/2。OK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按下暂停，好，1分10秒这样。我其实东西就是档案都给你们，那你们如果说今天你没有很擅长去制作，你也可以直接拿我的档案去修改也可以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分数合一桌游，分数元的图档很简单，我示范一下就好，大家不用做，大家拿我素材的去用就好了。我素材已经全部做给大家了，你直接拿去用就可以。那如果你要自行制作的话，我现在也示范一遍怎么自行制作。选择形状工具里面圆形，那比如说这个圆，我希望固定大小，所以这个大小固定好之后放到旁边去，然后一样将线调最细，用无限复制。无限复制就是我等一下就是要拿来做哈，比如说像我要做1/6的，那我就把它做先6等份，选1份，填色1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它整个全选，然后另存新档。另存新档完之后，就会是我给你们的图档。这个不是截图哦，为什么我喜欢另存新档？就是它跟截图是不一样的，它存下来的图就是去背的图，而且它的边界就是你整个物件的边界，比截图还好用。我把这个另存新档完的东西拖拉进来，各位老师，你看，这是我另存新档拖拉进来的，你有看到它的边界吗？它的边界就是贴紧我们的圆的边界，可是你用截图，你可能截不到那么漂亮，但另存新档可以。然后再来，这是去背物件哦，它是去背的哦。存成去背图哦，所以只要你的图案是物件填色的，它存下来都是去背图，所以你也不用再额外去背。另存新档是我很喜欢使用的功能，所以只要用这样的方式
各位老师就可以制作出我们分数元的所有物件。包含就是你要几分之几，做好之后另存新档就可以了。我们在 MyBillboard 教材里面呢，我们会常常使用 GIF 图档来去截图，当做是随机抽牌。游戏式学习的话，其实就是我们会常常做这种随机抽牌，然后变成物件，然后在课堂上互动就会非常有趣，非常好玩。就是有点随机性这样，让学生玩起来会比较刺激。比如说，所以在你们的资料夹里面是有这4个档案吗？这4个档案的话，就是我已经做好了 GIF 图档，直接拿这个去用就好了。这边我有分4个啦，1/2、1/3到1/6的，这个是到1/8的，这个是分数 GIF 配对的，这只有绿色的。然后这个是题目，这个是只有橘色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一般常用的话，就是这个答案是绿色、橘色都有，那这个是只有绿色，这个是只有橘色，所以大家拉出来解解看就知道。所以我教大家怎么使用，你把这个 GIF 图档把它点它，然后拉到 MyBillboard 这边来，它就变这样。我们在 MyBillboard 里面会常常用到这样的功能，就是 GIF 截图。那这个有点散了，一般我都会把它挡起来。然后你选它之后啊，在右边有一个截图，你按截图，它就会从里面截一张出来。你截图的时间，它不断在跳动，所以你截出来的图就是接近是乱数产生的。那你截出来的图之后呢，它会是一个物件，所以既然是物件的话，它是可以做操作的哦。各位老师，它是一个去背的 GIF 动画。你截出来的每一张图都是去背的，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就很方便。你看哦，去背嘛，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合一的时候就会非常清楚。所以老师们，如果你不会制作这个 GIF 动画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到我的频道里面去，大家去看了之后，你就会制作这个图档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我们就先着重在说，你已经拥有这个图档，然后你要怎么去制作这个桌游。请老师们打开这个分数卡牌的图档。那这边的话，我有按照所有颜色都分好了，最多到1/12。那老师们，你不一定要用到1/12啦，就是看你的课程啦。那蓝色的、跟紫色的、绿色的，这边都是有到1/12，就是这边都是整套的啦。这些等一下也是我们做那个线上桌游的素材。这边也有一些我已经帮你们打好的，像这个1/2啊，这些图档，大家等一下直接拿这个用就好了。好，那比如说我要1/2的，然后1/3的，2/3，然后1/4、1/2、1/3。然后1/6、1/2，然后3/6、4、5、1/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好，这几个，好，我们把它拉出来，直接拉到我们 MyBillboard 里面就好了。你有发现到我是全部一起拉吗？全部选完之后全部一起拉，不要一个一个拉，一个拉会很麻烦。我们现在这几个图不是全部都叠在一起吗？然后我用圈选的方式，然后把它选起来。现在所有的图都被我选起来了。所以我喜欢这么做，是因为我在调大小的时候，我这样可以同时调大小。我等于是同时把这几个图调大小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是因为你才不会用一个一个调，然后大家都不一样。调完之后再拆开，好了之后呢，接下来我就摆放位置就好了哦。接下来全选，然后按无限复制，然后它就个别每一个都有无限复制。接下来没有问题之后，课程素材里面去挑这个分数 GIF 配对，拉出来放开，它是一张只有绿色的，从1/2到7/8的。你会发现我在做的时候，我会故意做橘色的是做右边往这边数，绿色是做左边往这边数，大家有发现吗？你这样你配对才配对起来，知道吗？大家都做同一边可以啦，可是你变成是你旋转之后才能配对，在设计的地方这样去调整，所以学生就不用再多做旋转，他只要专注在说看看合起来有没有一就好了。拖拉进来之后呢，我们稍微对一下大小，然后接下来把它放到旁边来，去搜寻图片，我们要找一张图片盖住它，在搜寻图片的地方啊，比如说你打 PIZZA。然后空一格，再加 SVG 3个字，它会出现的图案是比较可爱的图案，比较是向量图档，所以我就拉这个。好，拉出来之后一样调整它的大小。我是后面拉的图档，所以它的图层会在上面是没有。然后接下来锁定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游戏规则嘛，跟计时器。好，计时器在这个地方，在我们的百宝箱里面，工具选择这个码表哦，它有时钟跟码表，那我们要选码表，所以在这边选码表。然后到中间的地方，把它拖到这个地方来。接下来就是游戏规则讲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玩了。怎么玩呢？分数元的简单桌游的手把手制作到这边。那